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来到了湖北利川，今天来看一个超级大、超级长的洞穴，就在我身后这里，它是叫做腾龙洞，长度差不多是60公里，是我们国家现在已知探索发现的最长洞穴，也是世界上容积量最大的一个洞穴。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在里面呢，11辆卡车能够并排行驶，在这一块呢还能够起降直升飞机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还能看到热气球起降。不得了吧！关键的是里面呢不仅仅是一个洞穴，它有河流、地下暗河、瀑布，还有那个山，就洞中有山。可以说我们在外面看到的，在里面都能看到，算是一个地下世界。明显的可以看到洞口是非常大的。现在那里呢还停放了一个热气球，热气球大家都看过了，非常高大，这个地方都可以起降热气球。从这里呢，也能想象出这洞的大小。下面呢是一条河流，叫做清江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啊是非常急，波涛汹涌。这个清江的水啊，全部汇入到腾龙洞里面，等于说这条河流从明渠变成暗河了。进来了，我用的是年卡，刚走到这里，就能够听到很大的水流声，或者说是瀑布声，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清江在这里变成了一个瀑布，这就是波涛汹涌的清江。我们到了下面看得更明显，这里的声音非常响啊，到了前方那里就很震撼了。刚刚我们看的河流在地面，到了这一块就变成暗河了。这边是桥梁，看得比较清晰了。河流从那里开始入洞口，整体这一块的落差将近40米，所以说这个水呢就变成波涛汹涌了，和我们看的虎跳峡很相像啊。那块是金沙江，这里呢是清江，落差这么大，声音才这么大。那清江呢，从这里就正式进入地下暗河系统了。在这个上面还看到有水流下来，这也是大山里面的水。我们经常说山有多高，水就有多高，这些水呢就是如此。当地的村民做了一个试验，就在这一块啊倒了一些壳，结果呢3天3夜才从其他的出口出来。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里面水系的发达长度。旁边有资料介绍，清江从这里进入洞内，在里面的长度达到16.8公里，从黑洞流出。800里清江千回百转，到了腾龙洞口，猛然跌落成宽50多米、落差将近40米的大瀑布，真可谓是巨龙吞江。这一块呢，也是中国最大的伏流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伏流之一。反正看这个水流，有点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黄河壶口瀑布，以及呢虎跳峡，确实震撼了。再看一下这里，超级震撼了。我现在不知道它这个底下到底有多深，估计呢是没有人测量过，因为这个水流太急了，肯定呢也没有人敢去里面探索。另外，据说这个河里面有长度达1米的鲤鱼，不知道真假呀。继续往前走，通过这里进山绕过去，这算是在石头里面穿梭的。大家看一下，这都是大自然自然形成的，可能也是喀斯特地貌的特点吧。在两山中形成了这样一条道路出来。这就是腾龙洞的入口，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非常高大呀？高度70多米，宽度60多米。那这一块11辆卡车并排行驶的话，是绰绰有余。这个入口还并不是最大最高的，在里面很多地方啊都比这里更高更宽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在这一块应该还能够看到热气球起降，这一块能够起降直升飞机也是差不多可以的。它探索的话是60来公里，我估计啊应该还不止这个长度。因为在上个世纪有2次，第一呢是2个人
进入洞穴，到现在也没有出来。另外一点呢，是上个世纪有一个18人组成的科考队进去在里面探索了32天，都还没有探索完，也没有走完，只是说后面由于补给各方面的原因就出来了。那通过这些呢，我们也感受到这个洞穴应该不止60多公里，可能还更长，具体到哪里呢就不知道。里面呢还有很长的河流，有瀑布，到处都能看到水源。这里说是一个洞穴，其实呢也可以说里面是一个洞穴河流。它以前呢本身这一块啊就是河流，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清江的古河床。我们洞穴经常走，而走规模这么大的肯定是没有了。它这里呢是探索60公里，但实际现在开发我们能够走的肯定没有那么长，估计3公里左右吧。它里面呢是分为旱洞，还有那个水洞。这里呢称之为旱洞的那个洞口，可同时20辆卡车并排驶入，直升飞机呢在洞口呢也可以自由盘旋。洞穴里面最高的地方可以达到237米，最宽的地方达到174米。在这里没多久就看到热气球了。关于热气球，经常听到或者在视频里面看到，现场的话我好像是第一次看到。现在这个热气球是在下降，它是固定上下的，看到喷火了，这可能就是控制升降的。这个火非常大呀。热气球是靠点火的。看到没有？应该是他们在测试。这个火力非常强啊。好，开始要飞起来了。现在应该是在测试，要飞起来了。慢慢的离地面而上，挺快的。大家如果乘坐过热气球就知道了，要上升是非常快的。飞得挺高的。好，已经到顶了，它有绳子固定的，就怕碰到顶部的那个岩石嘛。这个热气球也是单独收费的，不包含在门票里面。我下次得在其他地方体验一下热气球，不是这种垂直上下的，而是可以真正航行的那种热气球。热气球在这里都可以上下，那么直升飞机在洞口这里盘旋也是可以的。旁边的资料上面呢，也确实写了直升飞机可以。热气球看完了，我们就往里面走。来到这里可以看到到处都有水流下来，都是山上的洞穴。我们在这里看一下洞口，多么高大呀！我在外面说是有60-70米，站在这个位置看可能都不止。这边弄得还挺好看的。我们继续朝洞内进发。由于这个洞啊比较长，它还有观光车呢。大家应该没想过吧，在洞内还有观光车，也等于是在洞内修了一条道路出来。看看从上面到下面多么宽广啊！现在这个洞内里面弄了很多这种灯光元素、灯光塑像，是衬托让大家更好的欣赏，要不然就太单调、太枯燥了。在这里看到一幅照片，我比较熟悉啊。这个地方是一户人家，
叫独家寨。整个这一块呢，也是属于腾龙洞地质公园里面的。看看四周都是山的，这个是三龙洞，从这边这样一直走，大概是走到这个上面的位置。我走过一次啊，独家寨，所以一眼就看得出来，离我们现在所在的腾龙洞不是很远。从这边出去就到了国道了。这就是我上次去独家寨留下来的航拍。现在这里呢，只有一户50多岁的大爷居住在这里。前2年还是2父子在这里居住，后面他父亲去世了，就剩下他一个人在这里了，算是自给自足。他们一家人在这里差不多居住了50来年的时间了。刚好是在腾龙洞里面看到一幅照片，我就简单的说一下这里。刚好这边呢也是腾龙洞地质公园范围，特别是这里有一条经典徒步线路，是叫做清江古河床徒步线路。像这样大型的洞穴要穿过好几个。看看里面的情况，超级震撼的。看我身后有很多观光车啊，从这里呢也证明里面的长度啊，反正现在可以参观的大概也是有30公里。我现在听到里面有音乐声，它里面呢还有表演。好，我就不坐车了，直接往里面走。等一下走完了，如果有点累的话，我再坐车出来。这个灯光还挺漂亮的，酒、葫芦、花朵。在这种洞穴里面，它如果不装饰一点，就没什么可看的了。很多人对这个洞到底有多大没有概念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啊，先看看这个观光车，里面修了一条道路出来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我们看一下上面到下面，可能视频里面看的还没有那明显，肉眼看的话就更不得了。我们再这样看，起码有几十层楼高啊。在这个洞穴前半部分比较平坦，没有其他的元素，从而呢就增加了很多这种灯光塑像给大家参观，算是增加一点那个艺术，增加一点氛围。真的是震撼呢！从入口走进来这么久，还是这么宽广的洞穴，真的称得上是唯一呀！我觉得是唯一啊，反正我是没看过这样的洞穴。并且这还是天然的，你说人工的情有可原，天然的真的是少之又少啊。这一块呢，算是里面的一条商业街，也有很多店铺啊，有很多吃的。这可能是旅游高峰期就全部开了，那现在呢是工作日，就没有了。继续往前走，就应该算是到了洞穴的第2部分。洞中有山，就在洞穴里面还有山，这也是比较少见的。这个挺逼真的，眼睛都还会睁开和闭的。再回过头看一下大不大？这个洞穴现在探明的是差不多60公里，估计呢还更长更多。看到没有？大不大？这里面的修了一条水泥路，也就是观光车的。这观光车都有好几公里。那前方那一块应该就是一座山了，我们常说的洞中有山，这也是比较少见的，明显可以看到高度还是有一点的。那个上面好像还有龙哎，看高不高？那一块比刚才外面看的还更高啊，应该有100-200米哎。这就是洞中山。非常巨大呀，看起来可能都有20-30米高呢。上面还有一条龙，应该是可以走上去吧。不光是高，而且也大。它应该是上面的石头掉落下来，形成了一座山。从上面到下面估计也有100来米的距离啊，很少看到洞中山吧，并且还是这么高大的。以前这里面都是地下河啊，或者是说那个清江的
河床都是在这个洞里面。上面那个山顶感觉有点像螺旋上去的，从底部到下面差不多140米，这都是好几吨的巨石从上面掉落下来。这一块一直能走到那个山顶那里。这种如果说拍成影视剧的话，这里面就可以说是一个龙的洞穴，它本身也叫腾龙洞嘛。那这个山是不是可以说是龙的休息场所？从而这里面就建造了一条龙在这里，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？啊，现在拦住了，不让上去了。不过我们在这里是可以看到龙头的。一般我们都说龙它喜欢盘踞在高处嘛，那这里刚好可以体现这些。这一座山在这一块的名字叫做龙鳞山，刚好跟这个龙就衬托起来了。这龙看得比较明显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还没有建完成，脚手架还在那里。走了这么久，我一直也是觉得非常震撼了。从洞口到现在我所在的位置，也就是这个洞中山，已经走了10几分钟。整个洞穴宽度看到的一直都是几十米，高度也是几十米，可能相对矮一点的那个地方也有50、60米，其他地方都差不多100来米。我真的想象不出来，它这个当时到底是怎么形成的。现在是站在山的半中间，那个洞穴还能往前面走，从上面到下面80米的距离，感觉是有的。在这个里面还能听到很大的水流声，那这个就是水渠了。就那一块是有那个很大的水流流下来的，这边都能听到以及看到，这水是比较大的。所以我们经常说，在大山里面、大山洞里面是不缺水源的。又看到观光车了，这里面过卡车真的是小意思。我们一开始说大概并排10辆卡车，其实在有些地方啊都不止，最宽的地方达到170多米，那算起来可能能过40、50辆卡车，我们就按平均10辆卡车来算了，那也是不得了了。前方这个地方非常漂亮啊，弄了一个灯光。说真的，这里面如果没有灯光，大部分人是不敢走的。当时科考队在里面走了差不多32天，那也是有很多人的，几个人都可能不太敢走啊。看顶部，这完全称得上是一个地下世界。它既然是世界上容量最大的洞穴，也是中国现在探索已知发现最长的洞穴，那么我们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大的地下世界。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些说法，这个洞穴呢可以同时容纳几亿个人的生活。几亿个人有点夸张，我觉得上亿或者说1亿个人在里面生活可能还是可以的。因为说是差不多60公里，实际来讲的话只是探索发现60公里，我感觉啊全部加起来可能远远不止60的。具体有多少那就得看后面能不能继续探索出来了。按照现在说法，洞穴的总面积是200万平方米，换算成足球场的话大概是280个。如果是按照最小标准呢是312个，那我们就差不多按300个计算了。这上面很多是密密麻麻的小洞，如果是一些影视剧的话，跟那些鬼吹灯结合起来，这里面可能就藏了一些东西吧，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？像很多影视剧演绎的有很多
怪物出来，比方说蜘蛛或者一些其他的。这又是一座洞内山，只不过没有刚才的高。在这边放见很多桶，这是酒啊，藏酒区。因为这种洞内啊属于恒温区，藏酒的话是非常好的。我们看过一个视频，在贵州很多山洞里面呢，都会有那个藏酒的山洞，有大有小，摆放了挺多的。我估计已经在里面差不多走了2公里吧。这个洞并不是笔直的，前方刚才走的那里就转弯了。看到一块巨大的石头，叫做飞来石，可能洞穴形成的时候，这块石头就已经存在了，像飞来的一样，直插地上。就是不知道这块石头有没有深入到地下，还是只是屹立在这里。现在我们所走过的洞穴的高度，基本上平均都有60到80米之间。这边就没有观光车了，好像后面是有那种机关表演，还有个飞天魔毯，这都是一些娱乐项目啊。这边的高度比刚才有些地方看的还更高。这些就是所谓的飞天毛毯，其实啊就是电梯了，观光电梯。这边的高度也有100多米。哎，我发现了，它这里面的很多灯光弄得还是挺好看的。这些水可能最后也是汇入到清江里面去了，就是我们刚才外面看的那条河流。这边又是洞内山了，洞中有山，这都是有坡度的。怪不得这里面没有弄观光车，因为确实不太方便。这边相对来说窄一点。走了这么久，前方那一块应该是最低的地方。这边叫做腾龙洞的后洞，等于是一个缺口，或者我们说的垭口一样。这边又看到神奇的地方了，下面有一个很深的峡谷，这就是碰到涨水的时候冲刷而成的。到了这边，相当于是一个转折点，也可能是洞内最矮的地方，这可能就几米吧，就这一块，马上又变样了，就下去了。那一块还有瀑布啊，洞内的瀑布，大家有见过没有？水还比较大的。整个这个腾龙洞还是比较神奇的。这一块非常漂亮啊，沧海桑田，这是经过数万年或者几十万年、上亿年雨水冲刷而成的。就是这个瀑布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冲刷。这一块的水非常多啊，又是从洞顶流下来的，很潮湿。到了这一边，洞的宽度相对来说就小一点了。也相对来说矮一点，可能就10来米高吧。有一些地方可能还没有。那一块是有很多水的，然后从那边就进入到地下了，我们已经看不到了，就拐个弯已经走了。中国国家地理利川腾龙洞景区在湖北恩施利川，这边称之为是时空隧道，因为这一块啊比较窄。在这里面听到最多的声音就是水流声，还有好远的距离啊！说真的，我都有点不太想走了。这边看到一条河流，完全是从
洞里面流出来的。如果这个洞里面不整理的话，很多地方都是水，或者说有点像沼泽地一样，真的是太长了。刚才我们在外面看到高度很高，那中间矮一点，到了前方又有洞穴，高度宽度立马又变了。你像现在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又变成矮，是一个小通道小洞穴，从而说里面确实是四通八达，各式各样的都能看到。我就差不多走到这里了，因为后面可能跟现在看到的差不多。它这个洞穴并没有完全开发完毕，我刚才在一个导览图看到它后面还有正在准备开发的。到这里这个洞穴就差不多看完了，我就不往前走了。整体来讲的话，走这个洞穴还是有点意思的。它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，洞中有山，山中有洞，有石柱、石笋、钟乳石奇观、水洞、旱洞等多个层次构成的洞穴系统。国内呢，像这么庞大的洞穴能够参观的是少之又少，称它为地下世界，最大的地下世界是名副其实啊。看完这个洞穴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，还可以去恩施大峡谷转一转，一个地上一个地下，两者呢都是地质奇观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